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5个低门槛、每小时赚10到15美元的工作。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哦，而且全世界已经有超多人在做了，你也不需要特殊的技能或经验，甚至大部分的工作学生都可以做。而影片的最后，我也会介绍哪个工作是最好赚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及介绍的这些网络工作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帮这个影片点个赞。如果你喜欢哪些工作，或对这些工作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在留言栏留个言哦。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网络创业家小东，一个旅居海外的数位游牧创业家。我的频道主要是介绍一些网络赚钱跟网络创业的相关知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跟频道的话，记得订阅频道，并为这支影片点个赞，同时按一下小铃铛，这样你之后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几个知名的国外的外包网站，也有中文的网站。这边你可以做这个接案的外包人员。如果你是雇主，你也可以用这些网站来找到各式各样的人才。我自己这些网站都使用了很久，主要是在上面找人才。我在这些国外跟中文的外包网站都找到了很多位不错的人才，来帮助我的网络事业成长。而如果你是要接案的话，其实很多网站上面工作的门槛并不会太高哦，甚至学生都可以做。我自己也雇佣了一些这样的自由接案者来帮忙我。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网站主要是 Upwork 跟 Fiverr 这2个网站，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自由职业者最喜欢的平台。虽然网站主要是使用英文，但是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的英文也不是说非常好。而以我自己雇佣的自由接案者来说，在 Upwork 跟 Fiverr 上面，最多的就是来自像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等国家的人。他们也不是英语为母语，大家几乎也都是用 Google 翻译来沟通。所以，就像我在其他影片介绍过的，只要你会用 Google 大神，先打好中文，再贴到 Google 翻译来翻成英文，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很简单的沟通。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来沟通的。如果你还是担心文法的问题，像我也介绍过，你可以使用 Grammarly 这个文法除错的工具，基本版也是免费的。Grammarly 可以帮你更精确的找出文法的错误，所以你就比较不用担心文法的问题。其实，在这些外包平台上面接案并不困难，目前也有不少华人在上面接案。而如果你想用中文接案的话，可以使用台湾的 Task 出任务外包网，也就是之前的518外包网站。我自己本身也在518找到过非常多不错的人才，所以如果你只想用中文，可以使用台湾的中文网站。那如果你想赚美金或更高的收入，其实可以像我介绍的其他非英语母语国家的人一样，挑战 Upwork 跟 Fiverr 来接案，并不会很困难。好，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工作，就是 Virtual Assistant 线上助理。我们现在先来到 Upwork，我们可以搜寻线上助理，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在从事相关工作。你可以看到很多自由工作者开价从每小时10美元到每小时30到40美元以上都有。那主要就是看接案的人之前的经验跟做的有哪些工作有关系。其实刚开始建议是开价不要太高，等到经验多了之后，就可以慢慢提高每小时的开价。我自己本身也有请过线上的外国助理，他们也不是英语母语人士，那做的工作可以说是什么都做。像我之前有经营过 Amazon，就是请助理来管理 Amazon 的后台，回复客人问题，还有 Amazon 广告的投放等等工作。另外，我还有请 YouTube 频道的助理，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我的 YouTube 频道，如影片的上架跟影片的描述撰写、影片的关键字设定、留言的回复等等。所以线上助理的范围很广，而且门槛也非常低。因为像这些工作几乎不太需要什么专业技能，
你只要有一点基本的英语能力，会用 Google 翻译，就可以做这些简单的工作。如果英文真的不好的话，在台湾中文市场的话，一样可以做。你可以在类似518的外包网站找类似像电商助手的工作，或是 YouTube 频道助手或经理的工作，一样是做跟我之前请的外国助手一样类似的工作。所以这份工作的门槛其实很低，学生都可以做，只要有基本的上网跟英语能力。然后再来是社交媒体经理，我们可以来 Fiverr 这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人才在提供社交媒体经理服务。我们可以点进来看，这个人他提供你每天一则贴文，一个平台就要加超过$100，而他有超过90个评价，以这样来算，他就至少赚进$9000以上的收入。而制作这个贴文要多久的时间呢？其实像社交媒体之类的贴文，我们只要用 Canva 这个网站就可以轻易的制作出来，你甚至不需要非常会 Photoshop 的美工软体。我们来到 Canva 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如 FB 贴文、IG 贴文等等，而且有非常多的模板可使用。只要简单学习一下，平常又常在贴文的人，应该很快就能上手。只要拖拉就可以完成一个质感很好的贴文。当然，就像这些在 Upwork 跟 Fiverr 上接案的人一样，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接哪种工作，最好是先学习相关的技能。这些技能的入门门槛都不会太高，网络上也有很多的教学影片，所以只要会电脑、会上网的人，应该都不会很久就可以学会。然后像他们一样，先自己熟悉工具后，一边接案一边累积自己的实力跟成绩，那你接的案子就会越来越多。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接案的技巧，就是刚开始你也许不需要一定坚持要接到每小时赚$10到15的工作，你可以先降价，先求有再求好，等到累积了很多好评价之后，你再慢慢涨价，这样不但客户越来越多，你的收入也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之前雇佣很多国外自由工作者他们使用的方式。本来他们收费很低，等到他的评价跟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后，他就开始涨价，并开始接每小时收费更高的工作。国外甚至有很多一年可以赚到几百到上千万台币的个人或团队，都有这样的案例很多，新闻也有报道。再来是影片剪辑，我们来到 Upwork 这边搜寻，就可以看到，甚至有公司出价每小时10到40、$50来请影片剪辑人员，所以影片剪辑是一份时薪很高的工作。当然也看你剪辑影片的类型跟你的功力而定。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有 YouTube 频道，或是自己有空玩剪辑软体。如果你没有相关经验，我在之前影片就有介绍过，像入门级的软体，如 Mac 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 iMovie 这个软体，而其他中文免费好用的软体还有剪映可以使用。这些软体在 YouTube 都有很多的教学影片，只要你认真学习，大概1-2天自己就可以学会基本的剪辑功能，然后一边先做简单的剪辑，一边接案，久而久之你的功力也会越来越强，收入越来越高。最后跟大家介绍2个门槛更低的工作，配音人员。我们来到 Fiverr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这边接中文配音的案子。只要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还不错，又对配音有点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尝试这份工作。因为现在 YouTube 频道越来越多的关系，所以各种语言的频道对配音员的需求都越来越大。同样的，如果不想去英文网站，你也可以在中文外包网站直接接中文的配音案子。以我自己为例，我就有请了很多位中文跟英文的母语人士来帮我配音，甚至有些人他的母语不是英文，但他对自己有信心，
他们也在接英文或其他语言的配音工作，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门槛不是很高，而且对非中文母语的人来说，你的中文已经非常棒了，就像我们觉得每个外国人英文都很好一样。而这边透露给大家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对中文的配音员反而是一件好事。就是我发现我在英文的外包网站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请到英文母语的人帮我配音，但是反而在中文的外包网站配音员的价格感觉普遍偏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以为一定要去英文的市场竞争。其实中文的市场目前有些接案的价格并不输给国外的市场。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最后也是跟语言有关，就是教中文。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外国人在亚洲教英文，同时也很多人已经在教中文了。我们来到 Fiber，你可以看到，甚至有人半个小时的家教教学就可以收费到$20以上。所以对于母语是中文的我们，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当然，你最好也要经过一些练习跟学习，别人怎么去教中文的经验，网络上也有。而且除了 Fiverr 之外，你也可以搜寻教中文。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网站，他们在征求网络上教外国人中文的老师，所以机会可以说非常的多。另外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是不想用英文，或对英文有恐惧，不想去国外网站接案，其实就上中文的接案外包网站就可以了，就有非常多的类似外包接案机会。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我之前在中文外包网站请的人员，有些甚至薪资费用比我在 Fiverr 等国外网站请外国人的费用更高，所以中文市场不见得一定就没有机会，或是赚的比较少。但是当然，因为 Upwork 跟 Fiverr 他们面对的是全球的市场，上面的接案者跟发案者更多，所以机会当然也是多很多。而且 Upwork 跟 Fiverr 他们的界面跟评价机制都做得非常好，建议大家有空去浏览看看，也许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的话，记得帮影片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对这些工作有兴趣或有疑问的人，也欢迎留言哦。我是网络创业家小东，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之后我会介绍更多有关 YouTube 赚钱跟网络创业等的相关知识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订阅跟关注我的频道，下次见喽。